险了，对手太难缠，我们先撤。可是，走。中了他如今的毒掌，就算你是玄武使，一时也无法再战。我们先撤，再想办法。天启城玄武使，果然不同凡响啊！倘若你们晚出现半刻，我定然死在他的手上。你说是吧？哼，他若是用暗器，你怕早就死了。那他为何不用暗器？唐连月很聪明，他发现了场中这些人的身份，猜到了我们此举是对付琅琊王的。他若出手杀人，留下了自己的暗器，那么或许会成为攻向琅琊王的矛头。这些人应该怎么办？诸位，还请先行离去，我会派人随后通知大家，在新的地点相聚。琅琊王殿下，苏家主，苏家主，请放心，我来的路上无人跟踪，没有人会知道你们在此地。殿下师从学堂李先生，很多年前便已是闻名天下的高手，我自是放心。殿下曾被世人称为风华公子，智慧谋略天下无双，城府亦是深不可测。果然，直到我舍命战过一次，殿下才敢完全相信于我。在这天启，即便是我，每走一步也都是如履薄冰，所以我不能错。苏家主，抱歉。我听二爷说，目前南决战事危急，青龙使和你麾下所有精锐已前去相助，白虎使多日前不见踪迹。朱雀使司空长风很多年前便已回归江湖，如今你身边只剩下唐连月一人。自你助你兄长夺得帝位开始，这应该是你最弱的时候了。看来苏家主对于这天启城的一切已经是了如指掌了。这其中当然有一些巧合，比如雷梦杀玉坤，但有一些应当是你刻意为之。你故意让自己变得很弱，你在等什么？只有当对方觉得我足够弱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忍不住出手。而我想要的，就是他们对我出手。届时你需要我的帮助。是，因为到那个时候，我依旧会很弱。弱的甚至连我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，所以有些事情，苏家主还得帮忙。如此看来，我们暗河进入天启的这一步，是不是早就是王爷棋盘上的最后一子？我看不见那么远的布局，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。但我之前答应你的事，我一定会做到。好。那些中了药人之毒的，皆是天启城手握军权之人，有这把柄在我手中，就算他们不为我所用，也不敢妄动。永儿，我最后跟你说一次，这个选择没有回头的可能。舅舅，我从来不回头。因为回头看到的，皆为不堪。
母妃，你没事吧？这些活计怎么还需你来做？无事，只是扎到了，都不曾流血。你看，你父皇啊最喜欢我的绣艺，想着平素无事可做，便给他绣了一条腰带，再给你舅舅和外公啊做2双冬靴。来，坐。你今天怎么来了？学堂课业可辛苦？不辛苦，先生还夸儿臣聪慧呢。父皇晓得了，还赐了儿臣一套文房。今日不上课，特地回宫来瞧你们。真乖。父皇今日过来吗？或许吧。殿下，你就替娘娘争一争吧。陛下他日日都去那宣妃处，已经许久不来咱们这儿了。你是陛下的第1个孩子，陛下已经最是疼惜你了，你就替……点翠，多嘴。你不用理会他说的，好好读书，为母妃争口气。娘娘不好了，娘娘，典老大人所管户部账目出了问题，陛下大怒，要罚典老大人。你父王还算有良心，只叫你外公告我还乡。或许父皇是挂念典家是母妃的母族，一条丧家犬，不值得他赶尽杀绝吗？不过永儿，你放心，舅舅此去参军，便是要给典家谋一条新出路。我会成为你新的底气，你在天启一定照顾好母妃。永儿，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。舅舅亦是这世上唯一一把我握住，但不会刺到自己的刀了。殿下，宣武使和安和的人一同去了万丈院。怎么又是安和？苏长河明明已经答应和我们的合作了，为何这安和还一直在阻碍我们的计划？皓月，你去找到苏长河，若他再继续闭关，那我们的合作便不再成立了。所有踏入天启城的暗河之人，我们将一个不留，全都铲除。是，殿下。不如由我去吧，毕竟肃宗追源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也可。另外，速速寻到如今苏沐雨他们的藏匿之处，必要之时，也可不必知会苏昌河，直接将他们抹除。如何了？宇哥，我们已经找到天启城要人的秘密了，不过对手太强，我们只能暂退。雨墨和唐连月已经回琅琊王府复命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还是先走吧。天启城的水太深太浑了，我认为我们的选择并不值得。薛伟，去问下常理，昌河闭关的如何了？宇哥，你也打算放弃吗？我不想让暗河成为别人权力斗争下的棋子。你们带着神医先离开，我等下昌河的消息，待与他会合之后，再一起回暗河。宇哥，
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不会骗人。又想让我们带着神医先走，然后自己收拾烂摊子。我不能走。神医，为何？天启城如今之乱始于药人，而药人之术，又是我们药王谷企图所导致的。我是药王谷如今辈分最高之人，我不能就这么走了。可如今，大家长正在闭关，苏家主又受了重伤，以我们的战力，恐怕在这场战局上很难有这么帮助。哪个讲的？狗爹，狗爹，这说，狗爹来了，哪个把你打伤的，我必将他碎尸万段。那狗爹你来晚了，因为苏沐雨已经为我报仇了。你一个小子做得不错。王爷，听闻雨墨姑娘的名字许久了，但今日还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之前暗河入天启，本想来一见的，只是那个时候连月没有回来，见我就没有那个必要了。王爷说话倒是有趣。请坐。谢王爷。我出身学堂，师傅当年告诉我们，行走江湖，有趣比厉害更能吸引女孩子的注意。所以当年我们中的每一个都很有趣。连月自小住在唐门，认识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是现在这副无趣的样子了。而且这么多年我都没能改变他。所以不知道雨墨姑娘到底喜欢他什么呢？以前喜欢，现在不喜欢了。哦，怎么又不喜欢了？他胆子太小，我喜欢胆大的男子，比如王爷这样的英雄豪杰。王爷，雨墨姑娘，但连月是可以真正依托的男子，而我不是。王爷此话怎讲？因为在我认识的男子中，只有连月，是当他确信自己可以给你一生一世的幸福，无论未来发生什么，自己都不会有丝毫的改变，除非他死了。到那时候，他才会付出自己的真心。可其他人，不是。王爷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我师父原来跟我说过，男女之情，风花雪月，在任何时候说起都是应当的。不久后便是大朝会了，许多达官贵胄家的公子，偏偏在这个时候中了药人之毒。很明显，这是大皇子有什么图谋。加上最近天启城中对王爷流言纷纷，这肯定是冲我们来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两者都有可取之处。一个想爱就爱，爱得坦荡，爱得自在，所以在开始的时候，总是能如此炽烈；而一个要等到万事皆定之后才爱，总是少了些波澜，也会让这位姑娘多受些委屈。但是，连月是个很好的人。王爷说话，怎么语气怪怪的？好像……雨墨，不得胡说！你又知道我要说什么了？那怎么是胡说呢？好像什么？想交代后事是不是？
或许我真的在交代后事呢。王爷，罢了罢了。方才你说什么来着？有很多达官贵胄家的公子被下了药人之毒。都是哪家的公子啊？有几个辨出了身份，还有几个没有。那你回来干什么？去找啊，把他们一个个都找出来，统一保护起来，再想这解毒之法。但是要记住，所有的这些行动都要尽快完成，不然等到大朝会的时候，他们的父兄齐聚天启，情况就不妙了。或许会发生更糟糕的事。明白。哥哥，我们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不会的，我一定会带着你从这里离开的。那娘他们呢？我们还能把他们救回来吗？可以的，我们都会活下去的。哥哥，超离，没事吧？哥哥，你走吧，不要管我了。我流了好多血，我活不下去了。不，走吧，走啊！走啊，哥哥，走！你走啊，哥哥，走！超离，哥哥。这一次不跑。无知小儿，前来赴死！阎王深浅，何来胆量让我赴死？渔网深浅，就算阎王也得退避三舍。都与你说过了，我兄长正在闭关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闭关？你们大家长约了我们结盟，结果谈定就消失无踪，而剩下暗河的人还在干扰我们的好事。那还不是因为那一日我兄长与琅琊王对了一仗，才受了内伤。莫非？我听说，阎魔掌每提升一个境界，便可建一方天地，而一旦到了第9境，便可成天地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阎魔掌到9境的修炼者。是你啊，老头。暗河的大家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
看来你们在离开影宗之后，又投靠了大皇子。哼，那个时候果然我才是对的。对于对手，我就应该斩草除根。也不知道沐雨看到此情此景，会不会后悔啊？我们若想能长久立于天启之中，自然要寻找一些依靠。大皇子殿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不然我和大家长又怎么会在这儿相遇呢？你说呢？此件事了，那么天启三家、暗河三家，所有人都尊称你为大家长。等大皇子殿下登基后，我们将取代如今的内卫司，真正的立于光明之下。走吧。许久未见这位大皇子殿下，如今我的研魔掌已经练到了第9重，我倒想看看是谁会成为第一个被我喂掌的人。连月的天地，本应该是江湖。是否人经历多了，这话也就变多了？你同司空长风一样，喜欢对着风景长吁短叹。你我所摘的花叶树木是一样的，但是你的里面有3片桃叶，所以说你输了。罢了，帮我同司空长风说一声，我要去趟天启，归期不定。因为原来活得太束缚，所以事到如今才会有感慨。像你现在这样就很好，活得恣意。你阿娘叫你暗中来保护我，劳烦了。所以你后悔当年的抉择吗？如果有一天你遇上一位高手，得到了同他问剑的机会，最终却因为问剑失败，手上一辈子也拿不起剑，你会后悔当初与他比试吗？不会。这也是我的答案吧。人生就如同望城山上那问卜的桃花壁，只有一面可以朝上。我想要海晏河清，便得舍弃江湖肆意；你想要领悟无双的剑意，就要承受事件的结果。憋屈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不会失败。那么，我便先去百花楼了。等空了再去听美音弹琴啊。婉儿定会为先生备下雅作。头儿，你们也来了。你让大家长告诉我们，不再需要做那藏在面具下的12孝，可与你并肩作战，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。所以，我们来了。新换的刀不错，黄泉当铺取来的，削铁如泥。头儿，你且放心，我们的武艺最近也精进了不少。不听那个丫头的，能不能现在就离开天启城？如果可以，我希望哲叔能将神医带走。天启城这些事，由我和长河来解决。
真子讲的话，那就烂了不？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还能做什么？你要是不想把你这个身体变得跟我一样千疮百孔，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再动武，好好跟我那个女聊上几个月，真子才不会留下隐患。我会尽快恢复，请哲叔放心。放什么心啊？我跟你受的是一样的伤，我一眼就看得出来。如今你要是现在来一阵风，你就如同这盐一样飘散了。可哲叔，你不仅没有死，还依然是我们苏家第一高手。我比你清楚。如今的我，若是遇到真正的权力一战，与势均力敌的对手死拼，那便是必死无疑。这是我当年受的重伤所留下来的隐患，如今就是新百草在，也治不好我的伤。我以后还想将女儿托付给你，所以我不希望你变成跟我一样。哲叔，我有我的打算。你有个屁的打算！你最后的打算总是要拼出自己的性命，跟了你郑子丽，最后都是要当寡妇的。不过也没得办法，你就是郑子丽，所以你才是苏沐雨。既然我那个女跟你都下定了决心，那么就由我来帮你。这是不可！有什么不可的？你若是用此功，会遭到巨大的反噬。你放心，我还不会死，我会留着我这条命来照顾我那个女。苏沐雨，你没得办法的，你必须要接受我的整气，不然你折属我，反而会立即而亡。苏沐雨，等度过这次劫难，就离开江湖嘛。离开江湖，比如回南安城，你就走一个一辈子的小药童，帮我那个女卖药、捣药、煎药，待到日落时分，你再去做一碗难吃得很的面，然后我那个女啊，一边骂到你，一边把那个面吃了，你呢就不好意思，于是第二天一早就去买了桂花糕。郑子的一辈子是不是也蛮好？我总不能一辈子做面都很难吃吧？哼，你也觉得蛮好吧？我可以住在南安城，安然度过一生。可安和的子弟们呢？若放任他们散入江湖，总是会在某一日死于无人之处吧。是个有责任心的男人。我相信哲叔当年也是很有责任心的。毕竟你是前任的魁，而且你出身自本家，本应该继任大家长之位的。曾经是吧？那个时候，我一腔雄心壮志，只想有一天能够名扬天下，好好争一争这天下第一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遇到了爱情，便只想到仗剑天涯，远走高飞，什么暗火，什么天下，都不如在这星空之下仰望群星。你呀，
真是不如我。看来我苏哲才是这天底下最好的男人。狗爹，你在干什么？这应当是神鬼涅槃功。传闻中，有人受了极重的内伤之时，便可以以命换命。虽经过改良，传功之人并不会致死，但是也会遭到极大的反噬。这是为了苏慕云，真是倾尽全力了。听说最近天启城不太平啊。飞虎将军府有刺客夜袭，闹出了挺大的动静。典业，他招惹什么人呢？这个奴才就不知晓了，好像是一些江湖人。江湖人，江湖人的事，是不是应该问问若风啊？这些江湖人似乎的确和琅琊王相识。江湖人既然敢在天启城刺杀一名将军，实在是太过难大包天。传令给典业，固授予他权限，全城搜捕那名刺客。飞虎军精卫，任由他调配。奴才遵旨。如今我的研魔掌已经到达了第9境，但是我只觉得天下偌大，不过我一掌之宽。对了，老头，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办法将研魔掌提升到第9境吗？我们天启三家所拥有的研魔掌掌法，和你们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留下的掌法和秘籍是不全的，最多便只能炼至第8重，而同样的境界上，也无法与你们相匹敌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你老头天赋不行呢。你这么说也没错。不过大家长，你可知道为何天启三家留下的掌法秘籍是不全的吗？愿闻其详。因为研魔掌是一门极其邪门的武功，炼至最后会有极大的反噬，所以天启城中留下的秘籍进行了一些改变，无法发挥这掌法全部的威力。而在暗河的你们，为了追寻更强大的力量，所以留下的是原本。许久未见了，大家长，你可知道，在你闭关的这些时间里，发生了什么吗？听说我们暗河的朋友差点死了，我们的苏家家主也快死了，甚至于鹤羽药庄差点在那夜被夷为平地。你们可知道，我现在很生气。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胡来！胡来！卓君公公，你说我现在胡来一下，一掌拍死我面前这位大皇子殿下，你能拦得住？大胆！如果是以前的你，必然无法在我面前做到；如果是现在的你，你有5成的机会能取走永儿的性命。我还真想试试。只见是为了什么？奎大人，有消息。
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。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。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。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徒手接过你枚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几枚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一招万树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也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罗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伙计，
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，苏、穆、谢，你说他们三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，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了。你的谢银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的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哲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哲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响铃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白复如初。
有毛病。可以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，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父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啊可就死定了。许了一枝梅。没错。你怎么做的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，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
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：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放走的是真的神医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。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玉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难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香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。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，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。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人的魁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。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，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城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昌河。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
于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，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李将的准备就是在这开等啊。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配应来这去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。老爷子派出你，是铁了心要上位啊。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是我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城郊废驿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鬼。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？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呀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，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？是个不错的理由，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为何不敢一献？谢家的风舞一之刀，不错。死！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
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呢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意为你铺路。若我拒绝呢？我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，而你身为魁，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，你跟他的情分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。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就没想到，就是这样。同样的话，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子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吧。”